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sorry，今天是2021年3月16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主题有两个，一个是中纪委去年处分60万官员是怎么做到的，第二个是中央财经委核心决策，碳排放和平台经济啊。我们今天讲这两个主题。那么先说中纪委，中纪委是一个很神秘的机构，因为它是党的一个组织啊，但是它又做很多反贪的工作，所以我们关注它啊。那么中纪委的第5次全体会议是1月22号到24号召开啊，然后这个开完这个会之后呢，全报呢会议的公报呢是1月25号就发了啊。那么但是这个中纪委的书记啊，这个赵乐际啊，在这个全会上面做的这个工作报告，直到3月15号才公布啊。那么这个公布出来之后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报告来看观察中纪委的一些变化啊，其实变化是非常的大的。那么中纪委原来是个党的组织啊，那么说它神秘，主要是原因是它不公开啊，但是它有执法权啊。它原来的所谓的执法权其实是针对党员啊，只要是党员，那你受党纪的管制约束，那么你违背了党纪，我就要执行党纪啊。所以它中纪委以前有一个这个叫双规的这样的做法，那么这个做法呢，有受到了很多的非议和挑战，因为所谓的双规其实是一个限制人身自由的做法啊。那么甚至他还去审案啊，办案就是把人抓到宾馆里去，把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拿走，让他交代问题啊，用各种方式。后来就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什么问题？有很多官员在办案的过程当中死了，出人命了啊，然后就开始面临很大的政治压力，就是中纪委在反贪的这个角色当中，他面临了一些挑战，这个挑战就和中共所谓的依法治国的这个说法和口号不匹配啊！你既然说依法治国，你又让中纪委去办案也就算了，还搞出人命啊，这个说法你就没办法 defense 啊。那么在2018年3月20号就公布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那么监察法就成立了一个国家监察委员会啊。那么国家监察委员会成立之后，就把检察院里面有个反贪局，把它直接并到监察委里面去啊。所以反贪局的工作实际上现在是从检察院移到了哪里？移到了监察委，然后监察委呢再和中纪委合署办公啊，就等于是变成了什么呢？中纪委实际上是中纪委再把监察委并到它一起来，那么中纪委就拿着监察委的牌子去执法啊。监察委它有执法权，它是个国家机关啊。那么等于就是一套人马2个招牌，对外左边是这个中纪委，右边是国家监察委，那他就没有这个挑战了，因为他有执法权，他是一个执法部门了啊。那么但是呢，当他顶着这个监察委的这个名义的时候，他就把他的执法权由原来的党内延伸到了全社会，形成一个什么局面呢？形成一个党管天下的局面，就是党我谁都要管啊。那当然中纪委还有一个这个巡视组很厉害的啊。监察委其实中纪委有2个核心的工具啊，就是一个是监察委，一个是巡视组啊。
那我们就先看一下啊，这个情况其实这个形势就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实际上，中纪委的角色它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这个巨大的变化就是由管党变成了管天下啊，这就是我经常讲，就习近平执政这么多这10年来，实际上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开倒车。改革开放的最核心、最初始的是什么？党政分开，政企分开。那现在是党政不分，就以党治天下这个概念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赵乐际的这个工作报告里面有一些数据啊，我报告虽然不是很长，我还是不是很想讲，整个的念下来没意义啊，很闷啊。他这里面是这么说的啊，我们把这几个主要的数据拎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就知道，其实就很容易看。我们通过这数据来看什么呢？看2件事。第一个，中纪委的工作方式啊，或者是工作模式还有它的工作方向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以中纪委的工作报告，你可以看出中国的这个贪腐的情况有多么严重啊！你可以看一下啊，这是查了的，还有没查的呢啊，还没查到的呢，查到的那只是冰山一角。那你想，1年处分干部处分了60万，这只是冰山一角，那你没处分到的，没查到的啊，那是非常的情况啊。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啊。第一个，审查违反政治纪律啊，案件是多少件呢？8969件，处分了多少人呢？12000人。你从他一上来就是政治纪律啊，政治纪律说明什么？中纪委它是一个政治工具，它是为最高领导人服务的政治工具。因为你讲的是政治纪律嘛，那你就不是法律了啊。政治纪律就是领导人我要往这边走，大家都得跟着往这边走。你要是没往这边走，那就违反纪律，我就要处分你啊。这是第一个。上来就是政治纪律啊，所以中纪委是个政治工具啊。然后是扶贫攻坚，查处问题65000个，批评教育97000人，然后党纪政纪处分42000人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79000个，批评教育118000人，处分63000人。享乐主义啊，那么奢靡之风57000个，批评教育8万人啊，处分57000人。那么民生领域贪腐和作风问题124000个，批评教育17.7万人，处分11万人。涉黑贪腐和保护伞问题38000个，批评教育62000人。处分38000人。那么全年啊，中纪委收到信访举报322.9万次啊，所以你看这个中国这个社会已经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啊？就是民怨沸腾的地步啊！就虽然知道中纪委举报没什么用，还是得去举报啊，所以举报了322.9万啊。那么控告类型的135万，初次举报96万啊。那么中纪委还有一个工作就是约谈领导干部啊。那么领导干部约谈72万人次啊。经常发生的情况是什么？中纪委一个电话打过去，那个领导干部就直接跳楼了，就以为他有什么事儿。其实这是中纪委的日常工作，就是约谈县处级以上的干部啊，他定期要约谈就是你来说说最近有工作有什么情况啊，大概就是这样啊。那么立案调查县处级干部5836人啊。那么立案调查中管干部，什么叫中管干部？中管干部就是中组部管理的干部啊。中组部管理的干部通常是2类，第一类级别足够高，第二个岗位足够重要啊。
那么中管干部人数也不是特别多，中管干部调查了24人，那么全国总计立案 61.8 万件，那么处分 60.4 万人那你看处分了这么多人其中金融系统9420人，那么16000人投案，66000人主动交代问题，那么天网行动天网2020行动抓外逃1421人那么其中红色通缉令28人，监察对象314人，追回赃款29.5亿元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什么？中纪委现在的角色是什么？现在的角色它是跟监察委合署办公，那么中纪委的工作人员都穿制服都穿制服的那么他现在呢监管6类人监管6类人，我念给大家听一下，他就知道我讲的中纪委管天下是什么意思第一类，中共党机关、人大机关、政府、监察委员会，包括他们自己法院、检察院、政协机关、民主党派机关、工商联机关的公务员全部监管。然后是公共事务组织中的公务人员然后是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然后是公办教育、科研、文化、医疗卫生、体育等单位的管理人员。第5，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的管理人员就是所谓 NGO 慈善都归他管。然后就是其他依法履职的公职人员，这就是6类人。这6类人下来意味着什么？全方位所以中纪委管天下这第一。第二，2018年的6月开始，中纪委和国家监察委统一派驻机构，在中央一级的党和国家机关设立驻纪检查组这个纪检监察组就是各个部委反正总之大家都得派一个监察组去。然后是什么？然后呢他自己的内部也开始调整结构。2019年的1月份，中纪委和国家监察委由原来的12个监察室扩展到16个，那么有11个监督检察室和5个审查调查室。那么监督检察室监督检察室负责什么？日常监察。那么审查调查室负责什么？负责立案审查，就是立案到后面去。前面11个是日常的监察发现问题觉得要立案的了，要查的了，交给后面叫审查调查室它内部开始进行分开，然后延伸到哪里？它的各地纪检监察机关延伸到了乡镇那你想一下，这是个非常庞大的组织，它不是一般性的组织，非常庞大。你想一下，你要是延伸到了乡镇，意味着什么？中国有3000多个县3000多个县，多少个乡镇我不知道这个数量太大那么在他这个报告中还点了名10个老虎苏立军又点名张琪、张志南、姜国文讲什么这几个人是阳奉阴违，对党不忠诚不老实，是两面人这种话讲得很搞笑这就有点像什么？有点像那个黑社会的用语。去年4次会议点了谁的名呢？点了赵正永、秦光荣和孟宏伟也是公安部副部长1年点一个副部长。陈刚14个老虎，19年点了10个老虎，
孙政才卢伟、赖小民10个老虎啊，大概是这样，我就具体不说了啊。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就讲那么多吧。中纪委中纪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工具啊。那我们下面就讲这个中央财经委，中央财经委开会啊，那么第9次会议。这次会议做了2个重大决策啊。第一个重大决策就是平台经济啊，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我等一下解释啊，什么叫促进平台经济健康？中共的话都是你看上去好像没什么事，其实背后全是刀子的啊。第二个就是碳达峰啊，碳中和就是碳排放的政策。这2个政策都是非常重要的政策。中央财经委目前是中国经济政策的决策机构，它等于取代了国务院原有的这个决策核心的职能啊。那么参加会议的当然包括主任是谁？主任是习近平啊，副主任是李克强啊，还有的王沪宁，还有谁呢？还有韩正，然后都出席了会议啊。这个会议听取了国家发改委、人民银行、市场监督总局关于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的汇报，然后又听取了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总体思路和主要举措的这个汇报，就让国务院的部门提报告啊，然后他们就决策啊。决策怎么说的哈？决策说的是，我国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是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重大决策，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生命共同体啊。那么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的变革，要把这个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拿出抓铁有痕的劲头啊。那么抓铁都会有痕，那你说多大力气？如期实现这个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啊。那么它还有一些举措啊，那么这举措包括这个全国统筹啊，强化顶层设计啊，那么实现节能减排等等啊，这些相当于什么呢？要加强国际交流，有效的统筹国内国际能源资源，影响都是很多的啊。那么有几个举措，1、2、3、4、5个啊，5个。第一个就是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控制化石能源总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实施重点行业领域减污降碳行动啊。第三个就是推动绿色低碳技术重大突破。第5个，完善绿色低碳政策和市场体系啊，就是碳交易啊。第5个就是倡导低碳生活啊。那么反正就是这是一个重大的决策，我评价一下啊。第一个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国策啊，这已经是国策的了啊。那么影响深远，经济社会发展有巨大的影响啊，这是第一个啊，就大家一定要理解，这是一个国策了啊，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有人把这个作为一个回应拜登政府的一个信息，我觉得我不这么看啊。他可能会在这个时候啊，来把这个政策推出来，他选择了一个时机啊，什么时机呢？就是和拜登政府大家要中美战略对话不是要进行吗？这个时机推出来，有这个意义有这个含义在这里头啊，就制造一些好的气氛，表明一个态度。
但是作为一个国策来说，它不可能是为了某一个外交上的需要来做的这个动作，因为大家要知道，国策影响一个国家的整体的运行和发展。你想一下，它影响有多少个行业哈？石化行业、化工行业、建材、钢铁、有色、造纸、电力、航空8大重点行业。这些行业你想一下，背后是多少个产业，多少企业，多少个 GDP， 多少个就业人口，影响是非常大的啊！它不可能为了一个外交上的需要来改变一个国策，这是不可能的，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这也意味着这是一个双刃剑啊，环保政策是个双刃剑。双刃剑是什么意思啊？第一个，它意味着一系列的投资机会啊，有很多投资机会，环保技术、环保的各种设施等等，有很多的需要，它会产生新的需要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对经济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它是一个巨大的经济上的冲击。那么这个冲击，我认为，我们看到从2016年开始，中国的环保风暴其实是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环保风暴，那么数以百万计的中小企业倒闭，就是因为环保风暴。那么环保风暴，对不对呢？对是对的，环保是需要做的。就是说，中国的环境污染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中国要做环保工作，但是中国的环保风暴非常的残忍和非常的弱智，就是你光定政策，中国政府的思维啊，中共的思维是什么思维呢？他制定政策的思维就是叫什么光棍思维，就是我要什么，但是我不掏钱，就是我要做到什么，我不掏钱。你想一下，如果你不掏钱的后果，其实是一样的啊，只不过呢，你这样会造成一个混乱啊。你想，如果你要制定一些环保的政策，你当然要配套帮助那些中小企业过不去的中小企业，帮助他们提供财政支持。如果你不提供财政支持，就意味着大量的企业倒闭，你会承担后果。实际上，16年开始的这个环保风暴，后果就是这个后果。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经济慢慢失去活力，跟什么有关？跟中小企业倒闭有关啊，这是一个方面。所以你可以看到，如果他再推行这个削减碳排放的这个政策的时候，如果他还是用那环保风暴的手段的话，那对中国经济会造成巨大的冲击。你要知道，这个我们之前讲的这个环保风暴，其实它更多的是解决什么问题？更多是排污问题，其实主要是排污问题。那很多传统产业排污问题没解决，大量的中小企业它没有这样的资金能力啊，所以它造成倒闭。那这个不同啊，你现在是碳排放的问题，碳排放就不是中小企业的问题，是大量的大企业的问题啊。如果这个配套措施做的不够，这个准备不够，那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是非常大。所以呢，我说它是个这个双刃剑啊，就是说它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它又会产生新的问题啊。这是第二个啊。第三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将呈现新的形态啊。那么中国经济大家知道啊，其实中国经济这些年的粗放型的发展啊，然后他就觉得我们要进入高质量的发展。那么粗放型的发展跟高质量的发展中间的分野是什么？中间的分野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数据，就是效率啊，各种效率。那么所谓的粗放型的经济形态，那就是拼环境、拼资源，
就是大量的就是走量，简单的说就是走量啊。那么如果你要达到一定的数量，那你要扩大产能，扩大厂房，扩大请工人，就是这样。那降低价格，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什么？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你要消耗大量的能源啊。那么所谓的新的高质量的这个增长，其实核心的还是产业链的问题啊。如果你大量的都是高科技，那当然你不会有大量的碳排放。所以这个问题核心的问题还是经济增长形态会发生变化，而这个形态发生的变化，中国经济有没有做好准备呢？它会不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我们不好说啊，不好说啊。我们要观察。好，我们这个碳排放这个政策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就讲讲平台经济。平台经济会议是这么说的啊，他说中国平台经济发展总体态势是好的，作用是积极的，但是也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一些平台企业发展不规范，存在风险；平台经济发展不充分，存在短板；监管体制不适不适应的问题较为突出啊。然后他想干什么呢？他想干什么呢？他想干这个啊，我念给大家听。他要从构建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高度出发，坚持发展和规范并重，把握平台经济发展规律，然后明确规则，划清底线，加强监管，规范秩序，更好的统筹发展安全国内和国际啊，发展和安全国内和国际，公平竞争，反对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之前报道过1-2次啊。中共现在开始什么呢？中共开始对这个互联网企业开始警惕啊。那么互联网企业开始警惕的原因是什么？中国现在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的互联网企业有3大优势啊。第一个优势，资本优势。互联网企业上市公司规模很大，它有资金资本啊，有资本优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有管理优势。你想一下，这些大的互联网，像阿里巴巴这些大的企业，他们有最优秀的人才，有最规范的管理模式，然后他们整个的运行效率非常的高，所以要有管理优势。第三个，有市场优势，有品牌，有市场手段，而且对市场非常的熟悉。他们有3大优势，但是最核心的是什么？最核心的是它不是国企，它通常是外企，通常是私企加外企。你比如说阿里巴巴，老板是马云，然后呢，他大量的资本是国际资本，所以呢，他还有股东优势。你想一下，这若干有很多的优势。相对于国企来说啊，在国企面前，在这个互联网企业面前，国企不堪一击啊，国企不堪一击。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的情况就是这些互联网企业慢慢的开始向传统产业渗透，不断的向传统产业渗透，因为他们现在互联网的这个行业里面已经装不下他们了，它太拥挤了，都很大，都是大企业，他们就开始向周边渗透。周边渗透的后果是什么？就脚就踩到了国企原来垄断的这些领域。所以为什么会枪打出头鸟，先从哪里开始打？
从蚂蚁开始打，蚂蚁集团开始打，蚂蚁开始渗透到了传统的银行业，银行业是国企的禁卵，谁都不能碰，你最多就做一个小的这个农业合作社，类似这样的，叫以前叫信用合作社这样的级别的可以，大的不行。你像外资银行在中国无所作为，原因是什么？严格的控制它的范围，掐得很死，所以不让碰啊。所以蚂蚁集团一进去，银行国有这些大银行受不了就对付它。那实际上平台经济对平台经济所谓的规范讲的是什么？我就不具体念了，它有很多冠冕堂皇的说法啊，这些冠冕堂皇说法其实背后蕴藏的都是国有企业对国有企业对这些互联网企业的这种恐惧，他们非常的恐惧。那怎么办？当国有企业都产生恐惧的时候，对中共来说这就是政治，要解决这个政治问题。所以解决这个政治问题怎么办？就推出一个这个政策，这就是一个国策。这个国策是什么？就是要捏住这些平台经济。所谓平台经济，其实是核心的是什么？互联网企业获利的平台就是平台经济。它大量的获利都是在从阿里巴巴、淘宝就是平台经济，京东就是平台经济，全都是平台。他们是靠这些存在的。他要干什么？他要限制啊，他这讲的什么？我刚才念过，反对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他只在平台经济说反对垄断，他不在其他国企领域说反对垄断啊。所以他就什么健全制度啊，填补漏洞啊，加强数据产权制度建设啊。你想一下，他就是要这个支付宝，你把你的数据交出来，支付宝不肯，他就开始搞政治啊。现在的情况就是这个情况，这就会变成一个国策，这很重要，影响也非常的大。他就要开始对这些互联网企业进行简单的说吧，就给他们上套子，控制住他们。所以中国的互联网，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中国的互联网未来会受到限制和控制，然后从后面开始颠覆它，就是从股东的层面开始颠覆它，要把它变成自己的企业。我们昨天说过，这个政府要求这个阿里巴巴卖掉出售它的这个媒体业务，就是这个道理。就是他开始对互联网的企业开始动手啊，开始动刀子啊。那么他所谓的，他这里面还说啊，要坚持2个毫不动摇，促进平台经济领域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我跟你讲，当他一说这样的话的时候，其实他就是要对民营企业下刀子了啊。那你可以看一下啊，就是习近平执政以来，他不断的折腾谁呢？折腾这些民营企业的老板啊，就没有停过。现在到了什么？现在到了互联网，这个阿里巴巴也好，这个蚂蚁集团也好，这是示范，大规模的行动。现在这就是大规模的行动，现在就来了。我就不具体的念了，因为具体的念的话就很麻烦啊，就很长，而且都是官样文章，你一般人读不懂啊，很难。我举个例子啊，读给你听，你说这是什么鬼啊？要提升监管能力和水平，优化监管框架，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管，充实反垄断监管力量，增强监管权威性。金融活动要全部纳入金融监管。这讲谁？这就讲马云的这个蚂蚁集团。所以就是这样，这个大体上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那么总的来说，
所有的互联网企业平台都会面临一场新的风暴。中共要开始对这个平台企业进行全方位的监管。这种监管呢，打的名号是维护消费者的利益，但实际上呢，就是中共要控制它，没有别的，没有别的。所以你可以看啊，就折腾不，中共对这个民营企业这个各种折腾是不会停啊，一直没有停过啊。就是好，我们今天的主题，这2个主题我们就讲到这里啊。总结一下，第一个，中纪委2018年开始调整啊，那么它现在有两个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它一套人马2个招牌，那么他用这个监察委的身份来执法，那么回避之前的挑战啊，政治上的挑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原来他只管党，现在直接就管天下了啊，用监察委的这个身份就把所有的都纳入他的监管范围，这就是中纪委的一个非常大的变化。那么经过1年多的时间的调整，中纪委开始扩张啊，规模非常的大啊，这是一个我们讲中国是一个警察国家，一点都不过分。中国有最大的维稳队伍啊，就包括警察，包括网警啊，全方位无死角啊。现在还有一个中纪委啊，大概是一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中央财经委开会定了2个基本国策，一个就是碳排放啊，30年达峰，60年这个碳中和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对中国影响非常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平台经济，利用平台经济的监管，对互联网企业进行全面的控制啊，这就是今天的2个主题。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啊，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啊。那么4个啊，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啊，明谢一下。CHL 谢谢啊，郭喷塞谢谢 ，Jace 蔡谢谢啊。情况在县市级的基层部门，纪委部门已经成为打击报复的工具。但凡手下有不听话的、信访举报单位不公的、提出问题的，纪委就会以解决问题人的方式进行找茬和报复。相反的是，每年都有省一级巡视组来巡视，公布的电话打过去，操外地口音的官员就以各种理由推诿，最多告单位，事情也没人跟进，最后不了了之。到后来也没人相信，都当笑话看。每次除了把社会气氛搞得紧张之外，一无是处啊。观点：今天恰好听到一个同学，大学同正厅级干部遭到纪委和监察委查处的消息，所以对王先生说的话题很有感触。CCP 做到这一点不难，各级纪委层层扒皮，不知道具体办案的细节，但想想杰伦斯基的契卡那种办案方式不寒而栗。感兴趣的是这60万党员干部的后续命运，他还能领到养老金和享受医保待遇吗？纪委办案你们听说过吗？纪委办案很厉害啊。中共最厉害的还是对付人啊，他对付人真的很厉害啊。你想一下，纪委办案的模式基本上就是有点像黑匣子模式，就是心理，他知道无官不贪，每个人都有贪污的情况，不让你不交代，那一定要找到突破口啊，主要是要找到突破口，一定没有干净的。所以纪委抓人办案，他非常的目标非常的清楚，效果也很明显
所以基本上你去纪委，说是双规这种事情，你很难全身而退的了啊。所以为什么纪委一说一叫名字啊，吓得，所以原因是有原因的啊。观点：当一个部门的权力没有别人监督时，这个部门就会出现更大的腐败。另外，中纪委只是习打击其他派系的工具而已，非常正确，它就是政治工具嘛啊。情绪：我的朋友去年也被双规，目前还没有移送检察院，也无法联系上他。可笑的是，被抓的时候职务是某局的局长，但媒体公告时他是某管委会的调研员，被乾坤大挪移降级，大家都很蒙圈。后来才知道，因为习近平刚参观过这个局，对他们工作高度赞扬肯定过，如果出了这样的贪腐，对上级不好交代，可见中共有多么的无耻虚伪。观点：贪官肯定都是共产党员，历史以来最大最多贪腐政权，然后大部分抓了只是党内警告处分，都不用法律制裁。情况：区文体中心的健身房老板跑路半年，现在还开着，会员自助健身，会员没有走法律途径，而是走信访办，威胁该管该区域体育文化事业的部门，如果不处理好，就写信到中纪委。承包商是佳兆业，上面的领导就压着他们，事情已经持续了半年，不知道何时结束。健身房月租25万，为了让会员不闹事，已经拖了半年。所以中国的事情就是你想一下，他号称依法治国啊，就是依法治国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我们所有的问题都用法律手段来解决，但是他又设个信访办。信访办是什么？信访办你有什么冤情来跟我说？那你既然依法治国，你信访办不是打脸吗？这是中国的事情啊。情况：前些年做纪委项目的时候，有些设备纪委没地方放，纪委的领导就让我们把设备放到双规室去。我一进去耳朵就不舒服，有坐飞机的感觉。四面墙都是软的，没有窗户，床是安在墙上，可以收起来放在墙上，里面还有一个明晃晃的大台灯就不让你睡觉。他们不让睡觉是一个基本的手段啊。提问：请问现在中纪委是不是和民国时期的军统一样？军统是个特务机构啊，军统是个特务机构，中纪委是个纪律部门啊，是个纪律检查部门，跟军统不一样。特务机构主要是搞情报啊，搞调查的啊，它没有执法权啊，执法权还是要到各个部门去。提问：习这样折腾把国内市场搞没了，那中共官员的权力又怎么去寻租呢？习这样做是否最终会导致中国回到49年以后的中国？反正就折腾呗。中共其实没停的折腾，中共也没停的折腾，你从江泽民时代也没停的折腾啊。改革开放以后也没有停啊，你一会儿是反精神污染，一个反自由化，然后这个6·4也没有停过啊，把学生抓着去军训等等。中共就是折腾，折腾是中共的特征，不折腾他怎么会有机会呢？会不会把国内市场折腾没了？国内市场大家都要吃衣穿衣吃饭，那需求还是有的呀那中国那么大，他为什么能折腾？就是中国那么大，折腾2下也没那么容易折腾完吧？我觉得他是这么想。情绪 CCTV 315晚会曝光科勒、宝马等商店用视频监控非法拍摄消费者，把个人隐私的关注点转移到商业机构，尤其是外企上。CCP 贼喊捉贼，把自己塑造成正义的化身，无耻下流。我都说过啊，315是什么？315就是个
315就是一个敛财工具啊。那么他通常找什么呢？他通常找外企啊。第一找外企，第二找大的外企，就是有钱的外企。有钱的外企他才不在乎，所以他能够勒索钱。其实中央电视台就是用315晚会去收税的，这些外企主要是外企收税的啊。那么有没有国企？有没有内企？有，但从来没有国企，不会碰国企。他不碰国企，碰外企，碰私企啊。好像我看到好像360被曝光了，这次有没有360？我没有看啊，因为我不知道。我看到网上有人说360，就是他主打是外企，打外企呢都高兴，中国人又高兴，然后这个政府也挺高兴，中国的企业又挺高兴，所以他主要是打外企啊。而且外企有钱啊，找外企要钱，外企他有钱嘛，那就给点他不就捞到了嘛？给点就撤，不给就打，所以这是个棍子啊，跟中国老百姓的福利没有1毛钱的关系。这就是央企的这个勒索啊，敛财工具啊。如果有一天他反驳我，如果把315要反驳我，只有一个手段，315的晚会他曝光的全是大国企，那我就收回我的话啊。如果不是大国企，那我这个话依然有效啊。提问：平台经济是习近平要分拆阿里巴巴的前奏吗？难道马云背后的权贵和韭菜一样默默的被割吗？那有2点。第一点，平台经济它是对一个群体的围猎。阿里巴巴是不是要分拆我不知道啊。分拆阿里巴巴怎么分拆我也不理解，我没有听说过分拆这件事情。我只听到最新的说法是要阿里巴巴出手它的媒体业务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马云背后的权贵和韭菜一样默默的被割，我不知道，你都说是背后了，背后我就看不到了。他们中间有什么这个拳脚来往不清楚啊。但是我知道，他们肯定不会坐以待毙吧？啊，你说呢？提问：中国的碳排放必然对中国的私人企业有重大影响。如果使私有企业出现大范围的倒闭潮，国内的失业人口必然大量出现，大量的失业人口必然造成社会稳定性的下降，并且国家财政收入必然减少。中共除了增加维稳费用，是否还有其他的办法解决这个社会问题？当然，你要解决失业问题，当然不仅仅是增加维稳经费的问题啊，那还有其他的问题，还有其他的要做的事情。我们看到一个现象，社会问题，我们要考虑的是更广泛的、更具体的、更现实的状态，而不仅仅是喊口号啊。如果我们仅仅喊口号的话，我们基本上不用做节目，我们就喊一句中共腐败无能，然后就是这个暴力执政就够了。我就基本上我这一句话就够涵盖我们这些所有的节目了。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节目就一点深度都没有，一点价值都没有。为什么？因为在我们前面有很多人都在喊口号，多少人都在喊口号，没有意义。因为喊完口号，你还是不知道它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它到底会怎么样，你还是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要去了解它到底发生什么情况，就是我们要知道。你说它坏，它到底坏在哪里？它为什么会坏？坏的后果是什么？我们要知道是这个啊。我们不能够，我不喜欢喊口号，我也不希望大家用喊口号贴标签的方式
来看待发生在中国的事情。中国的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没有就是说只要是这件事情就是割韭菜，割完韭菜就啥事没有了，割完韭菜会啥事都没有吗？不会的嘛，是不是？所以我希望大家用这种心态和这种思维去看待中国问题，我觉得才是有影响，才能让我们真正的知道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请问中国政府狠抓碳排放问题，是想在接下来的中美对话中找到一个切入点吗？因为其他话题，比如涉疆、涉港、涉台、涉藏等问题，都不能触动的红线，没办法谈。我不知道，老实讲，我对环保的议题，我不熟悉背后的。我不熟悉环保议题背后的社会和政治的力量是什么。但毫无疑问的，作为碳排放的这个问题，是在中央财经委的这个会议上，他定的这个政策是一个国策啊。我再强调一遍，如果他定的是国策的话，他肯定不会因为外交上的某个议题上的需要去制定一个这样的国策。他可以选择一些制定的时间，让它和这个外交上的需要相匹配，但是他不会因为外交上的需要制定一个国策。大家要知道，一个国策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大政方针，所以我不觉得它是一个因为中美外交谈判的需要制定的一个政策，否则的话这难以想象这个如果他是不需要的，他会为了这个谈判，他把这事情拿出来做了，那核心利益是什么？中国的核心利益就是国家的，就是说我们可以讲两个问题，我们一定要把两个问题分开一个问题是什么？一个问题是说辞我们在外交上或者在很多场合上，它会有一些说辞说辞怎么说都行。中共在这个议题上，在说辞上面，它没有事实的约束，它没有底线，它只选择怎么样有利就怎么说。至于说我说这个话有没有事实根据，有没有道德底线，没关系。它对中共来说，它是有些说辞，它按照这个需要来说，这是一回事。第二回事，我到底怎么做对我有利，它是按照对于我有利来去做的。所以我经常讲，中共是说一套做一套的原因是什么？说这一套对他有利，做这一套对他有利，他就说一套做一套。我们不要把这两件事情混到一起去。你比如说刚才这个网友讲碳排放是不是个好的话题，切到这个跟中美谈判，也许是也许不是那么他会不会为了这套说辞去改变一个国策呢？我不相信。大家一定要理解这件事情，他一定如果他是把它变成一个国策，肯定是做这件事情对他是有利，因为他是唯一的执政党，对吗？把这件事情办好了，对他是有利的，所以这件事情我们要这么看，好吗？情况，成都金花以前是重要的皮鞋生产中心，我的亲戚之前是相关产业链上的小店主，也算赚了点钱，后来搞环保，大部分鞋厂关了，亲戚赔了2套双流的房子，还欠了几十万。据亲戚说，所谓的环保就是隔三差五罚钱，很多厂主倾家荡产，整个行业算是被彻底毁了。这就是地方政府做事情的方式就是你的政策如果有一些给他寻租的空间，他一定会寻租，不管后果的寻租因为他有个人利益提问：中国的外交局势现在如此紧张，和美国都不是一个正常的外交关系，利用碳排放国策让中国有机会重新跟美国建交，
形成良好的外部环境，从而使中国的政权更加稳固，有没有可能是中国是这个国策的意图？我刚才解释过了，我就不再说了，好吗？情况加观点，我几年前买的所谓精装房，开发商是保利地产，交付质量惨不忍睹，业主非常愤怒，可信访局、房管局都袒护开发商。一个业主代表在进博会前被带到派出所，被搜查手机和恐吓不准闹事。新房交房2年内不让成立业委会，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怕业主联合起来维权。OK， 观点：中共封城封小区也是不掏钱，人民活不活得下去干他何事？民主国家没有人敢不顾人民生活问题。要封区，相应的饮食、医疗等支出是政府必须提供的，限制经济活动就会有企业和工作者的辅助金。提问：日本政府负债率高达300%，但是日本也正常运行。中国政府目前负债率，据目前报道说是50%多，这是不是说明中国还有很大的负债投资拉动经济的空间？你这里面有一个基本上的2个数据是不对等的。负债率是什么？负债率就是整个政府它的债务除以 GDP 之比政府一年总共的政府的债务规模有多少？那么日本达到了300，我不知道，这是你提供的数据也就是说政府的总的债务的规模占比 GDP 相比是 GDP 的3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目前的负债率报道是50%多，这肯定是不对的。中国的 GDP 我们不说别的，就光是国债，我印象中国债应该是80万亿，那么地方债应该是25万亿那就是100万亿那么放到明面上的这个债大概是100%负债率。那么如果再加上隐形债大概是50万亿那么应该是150万亿。如果再加上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的其他的债，那会更多。所以中国肯定不是50%多。我不知道你说的负债率是不是指这个数据还有一个数据叫赤字率赤字率就是今年的财政赤字占这个 GDP 的比那么通常赤字率的安全线是在3%到5%之间大概是这样情绪，中国是不是还有更多的负债空间？从中国政府的情况来看，中国政府的负债空间已经基本上没有太多的空间了因为什么？因为大概有25%的地方政府通常我们讲的是省级政府，25%的地方政府从今年开始，他们省级财政收入的一半要拿来还本付息，你想想，它有很大的空间嘛？财政收入的一半要拿来还本付息，那已经是很严重了。所以你说中国还有没有很大的负债空间？我觉得已经用完了好吗？情绪，中共干啥都是举国体制，人民是工具。今天海淀区通知全体商家，打疫苗必须100%，对于身体原因备孕等员工要求调离OK， 人民是工具人民是政策工具，人民是政策资源，人民是中共实现他的目标的这个载体情况加观点，上星期末，俄罗斯和中国签署协议，有意未来共建月球太空站美国曾经邀请俄罗斯参加他的阿提米斯月球计划，但被拒绝。显然，普京此举是对拜登
美国最大威胁是俄罗斯这句话的明确回应。美国的阿提米斯计划明显领先，但是这个月球政治学却对拜登战略思考的一记警钟啊！我不知道美国会邀请俄罗斯参加这个月球计划，我没有听说过啊。OK， 观点：脱贫只是一个精神战争，因为中共的治理是刻意保留大量的低端人口，维持世界工厂的优势，还有方便共产党的控制。脱贫之后就是要向中产阶级出发，共产党会允许中国有多少中产阶级？好吧，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